一人之下这本既热血又搞笑的漫画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，几年前就已开始改编成了动画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真人版一人之下，开心的宝宝忍不住插一嘴，喜欢漫画的人自带童趣和浪漫气质，不容易老去，往往是冻龄男女。说真的，想要把一人之下拍得比漫画还精彩好看，估计只有好莱坞和迪士尼才有这样的实力。但这次某库播出的一人之下总体还是不错的，张楚岚的选角是彭昱畅。虽然鹏鹏颜值不够，但好在有演技。张楚岚这个灵气中二的活宝，在彭昱畅演技的加持下，还原度也就尚可。冯宝宝的选角是王颖璐，她有颜值，尤其是有一双大大的眼睛，自带可爱气质，但演技有所欠缺，没有办法还原冯宝宝的层次感。如果王颖璐能多演出她的2分层次，大概能迅速走红。对于我这个观点，可能有观众会质疑，认为王颖璐明明已经算是红了。还请大家稍安勿躁，别激动。我这里想说的意思是，他至少能比现在更红，就如谭健次抓住长相思相柳这个角色，一跃成为顶流。冯宝宝这个角色是既立体人气又高的人物，当然对演员自身挑战也是极大的。这里我们不对冯宝宝这个人物做全面的解读，或许下次我会深度的讲解冯宝宝，毕竟他也是我很爱的一个角色。剧集版一人之下基本还原了漫画的名场面，彭昱畅本人就是一个中二青年，自带搞笑效应。像他在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里面，一个干饭人的画面就能引来无数粉丝的喜欢，这与自带欢乐属性的张楚岚契合度很高。盲猜一下，是不是彭昱畅干饭人效应帮助他拿到了张楚岚这个角色呢？很多网友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，为此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，答案其实无对错。在剧中，观众看到了张楚岚从一脸无辜的小透明，带着几分天真几分老实，无痕切换到泼皮无赖，一副市井老油条模样，其中的各种小眼神、小动作、小表情不断，并且充满了灵气。看到这些滑稽好笑的画面，不自觉就被带入到快乐氛围中，忘记了特效是否高级，也忘记了张楚岚该有的颜值。张楚岚这些变幻莫测的转变被观众看在眼里，同样也被剧中的大佬们看在眼里。大佬们一致认为张楚岚是有大智慧、有大好前途的后生，但小辈们却不这么认为。比如封家的封沙燕，认为张楚岚就只会耍小聪明。与张楚岚打过比赛或看过她比赛的人，除了王野和诸葛青外，绝大部分都觉得他是无耻之徒。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有个很经典的网络热词“碧池”，可以用来形容张楚岚。稍微解释一下，碧池就是卑鄙无耻下流的意思。不过王野道长对张楚岚的评价还是很有见地的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无耻，但你弄混了一个概念，无耻并不代表无能。在龙虎山争夺天师渡传承的比赛中，张楚岚的所作所为确实非君子之道，可他的卑鄙真的让人恨不起来。相反，却是张楚岚这个人物的精髓所在。他不在乎尊严面子，会自嘲地回答质疑。什么强者尊严？尊严几毛钱一斤啊？在张楚岚看来，他只不过是为了寻找爷爷死亡的真相。第一次跟我说我爷爷勾结权倾妖人，这是真的吗？对于一个苟且多年的小透明来说，只要不伤害他人，爷爷的死因与自己的面子和自尊相比，不值得一提。爷爷，当然，张楚岚从来都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，他只是需要无赖的时候才无赖。无赖不是他的本色，而是他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。小兔崽子，是不是跟我耍无赖呀？啊，会长，您才是老油条，我心里这点小九九全被你给看透了。聪慧有情有义，中二幽默才是张楚岚这个角色的本色。彭昱畅在一次采访中表示，他眼中的张楚岚是一个大智若愚的、有担当、有责任，并且隐忍坚毅的人。张楚岚就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，但其实你在有一些事情上又可以看到张楚岚的责任、担当、坚毅、隐忍吧。确实，张楚岚在面对大是大非和家人朋友时，她的选择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。她其实是拥有正义之心并坚守正道的。可这也太卑劣了吧！这要传出去的话，我张楚岚名誉都扫地了。你还有名誉吗？那你别管，我就是不答应。天下一人豁出性命去争夺的天师渡传承，张楚岚却凭借不要脸的精神，意外获得了传承资格。然而，当他在真正接受张天师传承的那一刻，却从心底里开始抗拒，并不愿意接受天师渡的传承。这天师渡
我不要了。因为他担心，如果自己接受了这份传承，老天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您把天师渡给我了，您会怎么样？当全信火力全开进攻龙虎山，争夺通天路时，张楚岚恰巧遇到陆玲珑等人身陷险境。当时他没有转身就逃，反而主动站了出来，用他油腔滑调和无赖的作风，试图帮助陆玲珑一行人逃脱。冲哥好强啊！冲哥好厉害啊！发现耍小聪明的计谋失效后，张楚岚又选择将生的机会，让给了毫无交情的陆玲珑等人，自己独自一人去面对强大的4张狂之一沈冲，哪怕结局将是死路一条，也决绝地选择了永不退让。人嘛，平常不要脸也就算了，人性总还是要的吧。其实，在张楚岚没上龙虎山参赛前，他显得懦弱，只是因为他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，宁可逃避也不想去直视问题，以为只要逃跑了，问题就会自动解决，麻烦也会自动消失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这样的心态，我想每一个观众都能理解，因为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阶段。人要从弱小无助变得强大有力，需要残酷的现实毒打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认为这剧看起来会很沉重压抑，那么你就错了。不是的，张楚岚是一个妙人，有她的地方欢乐多过苦难。月圆之夜出现的第一只雪白屁股，光膀侠。兄弟姐妹们，给我上人肉出来！张楚岚的成长过程中，虽然和每一个人一样，都必须历经酷暑寒冬，但她的人格魅力很神奇，一路泪中带笑，苦中作乐。能让观众共情的不是她张楚岚有多苦，而是她有多好笑、多热血。一个艺人世界的小白，竟敢叫板资深高手。我要干翻的是天下会的封会者，是这天下所有的强者。我要干翻的是这苍穹。这么一句类似心灵鸡汤的话，由张楚岚贱嗖嗖的模样说出来，你会不自觉的幸福，不认为这是心灵鸡汤，而是一种青春的勇敢，一种热血，一种无畏的梦想的追求，让人想起似乎曾经也有过这样青春中二的时光，会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，心中流淌着一股怀念之情。一人之下的名场面不计其数，但与其他剧又有所区别。一般作品的名场面都是甜蜜、温馨、浪漫，但张楚岚与冯宝宝同框时基本都是中二奇葩，神奇的是却依旧很感人。冯宝宝的名场面基本存在于打架埋人，跟他们装装可以，跟我装弄死你，却不会轻易伤人性命，只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，让人不得不臣服于他。他训练张楚岚的时候非常简单粗暴，张楚岚前期内心恐慌无比，他内心的恐惧程度借用剧中的一个场景可以描述。在张楚岚可以向冯宝宝提出惩罚性要求的时候，他只敢谨小慎微地试探着提出，让冯宝宝罚站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许动。当时在场的疯老爷子和风心童不禁感叹道：和这嘚吧了半天，张楚岚就只敢让他罚个站。张楚岚这小子到底是有多怕他呀？也正是这简单的不准动的指令，让武力值超强的冯宝宝险些丢了性命，却收割了一大波观众的眼泪，让冯宝宝圈粉无数。在他心里，兑现对张楚岚的承诺是比自身安危更重要的事。血可流，头可断，手诺不可乱。这里也是张楚岚彻底沦陷的起点，他从此心甘情愿地做冯宝宝的奴隶和宠物。自从张楚岚的爷爷去世后，他独自一人养大自己，还要极力隐藏自己的超能力，哪怕被人欺负到死也要隐忍，绝不使出超能力，努力做一个普通人。既然张楚岚成了一个普通的孤儿，自然不会有人真心在意他，对待他更不用说因为他的一个指令就能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样的心灵攻击谁也招架不住。张楚岚与冯宝宝自此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特别的唯一。其实啊，我就想找个再火的人，跟父母没关系，跟他背后的金钱权利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再火。冯宝宝的行为模式其实是绝对的单线条，简单的如同婴儿一般，与张楚岚既奸猾又中二的性格有一种莫名的默契，这不能说是互补吧，只能说是相当的搭配。张楚岚在过去10几年的普通人生活中完全没有修炼超能力，相当于修炼空窗期，但他有悟性，有聪慧，自己发明的雷电小白虫能直接破了风沙燕最骄傲的绝技，能给张天师的爱徒林玉真人出其不意的一击，取得最后的比赛冠军。由此可见，张楚岚真的是一个有天赋的后生，剧中大佬们的眼光果然了得，可谓慧眼如炬。
对张楚岚来说，最耍宝、最代表着青春的是她的禁制杀被围观。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，一群年轻人围着篝火喝酒谈心，开启了欢乐的 party。从小就是小透明的张楚岚，突然被一帮优秀的青年才俊吹捧着，怎么都会有点飘吧？毕竟还是很年轻的少年郎，一不小心酒就喝多了，大家一起哄，脑袋一断片，他居然真的脱掉裤子给大伙看他的禁制杀。展示的人相当骄傲自得，看的人又开心又兴奋，剧里的场面相当嗨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 party 的欢乐气息。张楚岚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被人打去禁制杀被围观，但是她心里也会充满了青春的记忆，那一抹骄傲感更会伴随她一生。要说一人之下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，我想是她真的很写实了青春的每一个冲动，每一份勇敢，每一丝希望，所以无论年龄几何，总是能在其中感受到青春的美好，年轻的无敌。而剧集中的张楚岚除了漫画里的本色外，还新增了不少现在的梗，比如王野见到张天师时的自我介绍，张楚岚就玩了一把文字梗。武当王野拜见老天师。哎，我靠，你个人脸都不要哎，居然自称武当王！因此也可以说剧集特效不够，欢乐与演技来凑。好了，今天的张楚岚解读就到这里。其实一人之下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，比如王野和诸葛青，这两人也是妙人，有不少网友都嗑过野青 CP， 有时候我也有这种错觉，也许他俩还真可以是一对。谢谢观看，敬请期待下期视频，再见。